从通信厂商到手机厂商，从不入流到全球第二，从中端机到高端机，在即将登顶之际，又花样被制裁了。这几年华为手机业务的蜕变，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啊。作为在从传统品牌淘汰浪潮下成功突围的品牌，我们见证了华为的波折、阵痛、成长、辉煌。你可能不喜欢华为的产品啊，可能不喜欢华为的营销，甚至有些人他就是没有理由的不喜欢。但你没有理由不承认，华为是唯一一个可以站稳高端市场，甚至在全球市场可以和苹果分庭抗礼的国产品牌。本期小白测评橙光麦扣系列继续更新，主观盘点一下时至今日华为历史上3款成功与失败的机型。第一款主观成功的机型 P7， 其实 P6 是整个 P 系列的奠基之作，在国产追求薄的年代啊，是当时全球最薄的智能手机，这也是华为摆脱粗制滥造的开始，也是真正开始改变人们对于华为手机贴牌合约机固有观念的一代机。在当年一众没有设计的国产安卓手机中 ，P6 极致的轻薄，出众的 ID 非常亮眼。但是这款过于偏执的手机加不给力的处理器啊，最后也是积累了经验条，最终取得不错销量的是被大多数人熟悉的 P7。P7 的处理器从40纳米换成了28纳米的制程工艺，功耗发热大有改善，顺带还解决了 P6 处理器的兼容性问题。摄像头更换为1300万，搭载了新的 SP， 画质跟上了国产手机第一梯队。不过当时的海思处理器各方面体验和高通确实还有一段距离啊，上 1080P 对体验有一定影响啊。不过华为很机智的给 P7 准备了一个 720P 的省电模式。综合来看 ，P7 的性能不算强啊，但整体的质感和配置比 P6 有明显进步，销量也算给了华为一剂强心针，让华为进一步明确了精品化这个路线是没错的，坚定了华为思想上的改变。第二款主观成功机型 P9， 如果说 P6 是华为精品化的开始，那 P9 就算是杰出的第一个高端果实。华为出乎意料的和徕卡进行合作，让 P9 使用了双摄加上徕卡镜头，终于在那一年让人们体验到了国产手机的超前影像。徕卡1200万黑白加1200万彩色双镜头，以出众的色调一下就虏获了大批粉丝。实际上这2枚镜头作屏在仅有 6.95 毫米的机身之中，堆叠能力确实给力，在当时就有隐隐撼动苹果拍照标杆地位的势头。 P9 是首款销量破1000万的华为旗舰机，海思7095 8核处理器的性能依然不是顶级的，但综合能效比表现良好。华为从此也给了 P 系列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轻薄、时尚、影像旗舰。与徕卡的合作，让我们看到了华为迈向高端市场的决心。P9 的成功，直接为后来华为所有手机的华为影像这4个字奠定了基础。在这儿，我们再顺便多聊几句 Mate 8这台手机啊。人们常说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Mate 8的发布正赶上当时高通的一代火龙这个810扑街，麒麟第一次在能效比上超过了高通。借此机会 ，Mate 8在当时确实大卖了一波。在瞬息万变的手机圈，对手的失败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自己的成功。当时的余承东表示，华为不把三星当成对手华为的目标是在高端市场占比超过苹果。当时一定有很多人觉得华为在痴人说梦你当时那么认为的人可以扣个1但老余的魅力也就是当年确实吹了很多牛逼结果有很多就真的实现了。在2016年也正值三星在国内市场处于低谷期后来好像也再没上来当时三星的 UI 让许多用户诟病而且还碰上了爆炸门事件，让其口碑和销量在国内一落千丈。三星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让许多国内即便是三星的忠实粉丝忠实用户也都有一些接受不了，就是区别对待。这时的华为可谓天时地利人和，确实有一些运气，不过机会也是永远给有准备的人的。第3款主观成功的机型，华为 Mate 40 Pro Plus。虽然这一代出货量最多的是40 Pro但我们还是要把最后一个名额给这台大旗舰，因为它很有可能是华为最后一台正常迭代更新的5G 的超大杯旗舰。 Mate 40 Pro Plus 拥有极具辨识度的摄像头模组设计，做工也非常出色，麒麟9000处理器、自由曲面镜头、双扬声器，这是一台近乎面面俱到的旗舰，在设计、技术、堆料上都不遗余力。我觉得这台机器就无需我们多言了。
第一款主观失败的机型 Mate S， 可能是华为没有想到当年的 Mate 7能大卖啊，于是趁热打铁推出了 Mate S， 准备用来直接硬刚苹果和三星。这款手机在当时用了很多新技术啊，双曲面造型设计、2.5D 弧面玻璃，还有压感触控，能看出华为想要打造一个顶级大旗舰。但这些实用性不高的亮点和华为品牌还确实没有准备好，在当年完全撑不起4199的高售价。有一说一 ，Mate S 的外观和手感还是不错的，但海思麒麟935 GPU 没变，就是925的马甲型号，再加上2700毫安时的小电池，核心配置体验上甚至还不如 Mate 7。以为自己准备好了的华为，仓促推出的这款狙击旗舰之作，在那一年成为了被各家旗舰狙击的对象。就连华为 Mate 系列编年史都没有 Mate S。那我走。2015年正处于智能手机的飞速发展期，硬件进步都是非常快的。一款手机的窗口期非常短，虽然 Mate 系列后来很成功，但这台机在当时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市场是绝对没有时间还和你说一句再见的。第二款主观失败的机型 P10 上采用了和 P9 相同的徕卡双摄布局，保留了与 P9 相同的金属拉丝背板指纹从背部移到了正面。2017年正是流行窄边框的一年，窄边框也就意味着你手机同时可以拥有大屏和紧凑的机身。P10显然在设计和前瞻性上差了一点，没有 IP68 翻水防尘，屏占比并不出众，性能上也差点意思。这个芯片发热降频、续航爆炸，没有输入层阴阳屏，其中让机友最熟知的还是闪存抽奖事件啊。知道这件事情的请扣个1。你可能知道这件事，但你不知道的是，当时的 P10有 LPDDR3、eMMC 5.1、LPDDR4、UFS 2.0、2.1等多种闪存组。如果是产品力有问题啊，这个可以原谅啊，毕竟强如苹果也不能做到每一款产品都成功，但没有告知消费者，就真的有些说不过去了。而且这种问题后面竟然还又出了一次。第三款主观失败的机型 P40 系列，我知道说这台机可能会有很大的争议啊，这个因为很多人心目中 P40 系列还是很成功的。2020年已经站稳高端的华为如期发布了 P40 系列依旧主打影像，整体的产品力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华为官网现在依旧在卖这个系列的机器，只不过在屏幕方面 Pro 和 Pro Plus 都采用了4曲面的屏幕底部向上滑的手感确实很好啊，这是第一款华为配备90赫兹高刷新率屏幕的手机。但是我们前面说的这抽奖又来了。P40 系列混用了类钻石排列和周冬雨排列的屏幕，甚至到后面全部都周冬雨了。即使你抽到了类钻石排列的屏幕，还需要避开屏幕偏色的问题。如果说 P10 当年的价格还不是特别高，但现在你让一款售价6、7千块钱的手机，这屏幕还抽奖，确实妥协有点过头了啊。虽然可能华为在当时已经就受到了一些供应链限购的问题，用不了更好的屏幕，或者国内的产能不足，但还是像我们前面说的，消费者是应该享有知情权的。如果没有制裁，如果一切照旧，如果可以有芯片，那手机圈在经过大浪淘沙之后，留下的品牌确实不多，无非也就是2种：游刃有约和强弩之末。华为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研发创新，显然是游刃有约那一个，可惜没有如果。在旗舰定位的塑造过程之中，将产品的一个方面推到极致，其实是非常明智的策略。学会用高端品牌给自己的功能做背书，也是非常聪明的操作。小米将性价比做到极致 ，P6 把轻薄做到极致 ，Mate 40 Pro Plus 将影像推到极致，他们都制造了强大的记忆点，并且华为在营销方面不得不说是真的有一套啊。P7 君子如兰 ，P8 似水流年和 Mate 7的绝世人生，是谁制定的这些营销策略？大家可以打在公屏上啊。虽然它后来可能再没有什么特别成功的例子，但是当年的这些经典广告词让华为品牌在当时的国内市场成为了商务风的典范。你可以说华为的营销稍微有点过激，但是商场如战场，当年的手机圈都已经杀红了眼正是这种营销才可以让消费者在短时间内记住品牌的调性。其实时至今日，在我们线下的沟通了解之中 ，Mate 系列的产品基调在很多年长的用户心中依然是在 P8、Mate 7那个年代定下的。不是每一个精心的设计都能得到有意的结果，但就是这一点点的设计才能积累起旗舰真正的高端形象。华为 P 系列从最开始解决白平衡，到与徕卡合作黑白双摄，提升画面的解析力，再到 LYYB 夜视翼级别的影像能力，最后成长为 P50 的计算光学，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供应链有的东西，即便你签了独占期，那后面也是谁都可以有。如果你想出众，就必须有点别人没有的东西其实就是那句你我都非常熟悉的一句话：人无我有，人有我精。而我们也坚信，强大的研发能力、诚恳的产品态度是永远可以推陈出新，是永远可以被用户认可的。哪怕你现在正在经历着我们想象不到的压力，我们很难共情的困难，
但我们依旧等待 Mate 50系列的到来，哪怕它就是个4G 手机，哪怕它根本就没有多少台。OK，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啊，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我要的不多，3万就可以了。更多内容精彩，大概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小白测评成王败寇系列，我们下个品牌聊谁呢？我关注你，下期视频再见，拜拜。